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衍廷将军，前子好，大家好。接下来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真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自由计划。他准备动员1.5万的兵力执行这个计划那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在荷姆兹海峡他要协助这些商船离开荷姆兹海峡，因为知道这边堵了好多的油轮，堵了好多的货轮。可是伊朗警告了，他说这违反停火协议。可是川普说礼拜一，也就是今天就要开始执行了哟。那不只是护航，它还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军说这个自由计划的细节是派出飞弹驱逐舰、100架飞机，包括您看到有100多架陆基跟海基的飞机，还有15000名的军人来参与这个行动。看起来有要作战的感觉呢。五角大厦就说这些资源如何部署现在暂时没有回应。可是呢，有官员讲了，这不是单纯的护航任务恐怕还有别的哟。那我们看到，就在川普启动自由计划之际，我们看到包括空中监看到的数据，是一架美军的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正在从波斯湾阿联酋附近的海域继续执行情报监视还有侦查的相关的任务。您看到这是空中这个记录到的一个画面。另外，同样在5月4号这一天，有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KC-130J 大力士多用途空中的加油机也被发现了，它降落在阿布达比的空军基地。而另外，我们看到2架美国空军的 KC-1352加油机也一样它刚刚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前往波斯湾这都是空中航行的轨迹通通都被记录下来了。那像这样子的布局那伊朗当然也有掌握，所以伊朗现在是不是看起来也要出手了？包括革命卫队他们已经发话了他说要把波湾变成美舰队的坟场，美国的这些航舰舰艇的坟场所以这个两边都还在持续放话，那个放话之后会不会做出正确就是这个实际的行动呢？我们现在也并不知道。不过再来看看停泊在阿联酋这个附近海域的船只，现在接到了无线电的指令说你们赶快离开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杜拜那里去。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伊朗可能把这个区域给清空，然后要宣示控制权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呢有货船昨天在荷姆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参与袭击的都是小型的巡逻艇，非常轻巧，很快那只配备这个舷外的一些引擎速度非常快，机动性也很高，所以你很难被雷达来侦测就是用偷袭的这样子很快的方式来打击你。那另外呢，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海峡周边的水域已经累积至少发生20多起刚刚我讲的那样子的攻击事件。所以呢，很多货轮为什么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就是怕被攻击我们看到这个全球非常重要的通道现在它的安全性没有人敢保证。我们再来看看革命卫队在刚刚发布了一项这个影片一个影片透过我们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是一名革命卫队的伊朗士兵在一个飞弹上面，一个导弹上面来这个写字那他们说已经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的导弹，并且准备进行试射这都是一些威慑的一些做法。那不知道情势会怎么走？来请教亮哥。我觉得川普这个有点故意讲的不清楚了。就是说有没有提供护航？他说没有，我是引导就表示我在这边勇敢过来。那如果被打，就视同伊朗违反就是美国公布的计划，那美国就可以还击。所以伊朗基本上是把它理解为你就是在找借口要打我了。那因为如果贸然就发动地面作战或者发动攻击，那给人家觉得美国好像就是
单方要攻击嘛。那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说呼吁商船你们可以过来哦，结果商船被打，那我就觉得是伊朗先打，所以我就要打你，就有正当性了，对，有借口。所以伊朗是认为美国就是要打伊朗，这个不是真的要让商船离开的计划了，是个幌子啊。因为坦白说了，海底下有没有地雷、水雷啊？是啊，美国也没有做清水雷的动作，扫雷也没有做到，而且因为那个很近啊，用监射的飞弹也可以打到商船啊。所以到时候是谁打的，美国也不一定知道。我觉得伊朗也不一定会用空军啊，用飞弹来炸，反正就有人被打到，那美国就可以作为理由，来攻击伊朗。我看到了伊朗普遍是，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美国派这个100艘军舰过来，你就已经违反停火的协议了啦。所以现在就双边哦，都有点在扯说，谁先违反协议，那目的就是要打，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坦白说了，那个霍姆兹海峡很窄嘛，所以是有各种武器都可以打到船，而且商船油轮又不小，是，所以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嘛。你又不进去，因为你如果是要带他们出来，你军舰基本上要进去个20艘吧，因为里面的船可能有几百艘，然后你军舰再带出来嘛，美国又不进去，美国只是在外面呢，然后空中有很多飞机，然后在那边招手，过来啊，不要怕，过来，不要怕，那很恐怖哎，感觉设陷阱哎，没有人敢过啦，对啊，谁敢过啊？事实上你就是肉靶子，就是要让美国觉得找到伊朗攻击商船，然后作为一个借口，然后来发动另外一次战争。可是伊朗他们应该也不会这么傻，真的去攻击这些商船吧？问题是伊朗要收过路费啊。美国现在就是你交过路费，我要制裁商船跟邮轮。而且贝森特已经通告全世界了，说你们不要去缴钱哦，缴钱的船，美国都要盯住，要收集你的资料。那你在其他地方，你以后可能海上保险就会有困难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就你为什么不玩正规的啊？你要么就真的冲进去嘛，对，把人家带出来嘛。你不进去，只在外面，出来呀，不要怕，出来。那如果他们被轰，那美国就说伊朗乱打，就打伊朗。对，我觉得看整个布局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啊。不然照理讲，你应该冲进去嘛，那隔开一个安全区，一个水域，要让人家出来嘛。尤其是如果要让他们走南部那个阿联酋的那个港，那你更要围出一个安全区啊。是，可是又不做这个动作。所以我的感觉是他要打了。他在找理由了。不然川普实在是，因为昨天川普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宣布自由计划之前川普在他的那个贴文贴出一张照片，是网友贴的，他转贴把霍姆兹海峡改名为川普海峡，又来了，真的又来了。那川普很得意的样子把它贴出来。那你既然要把它改成川普海峡，你怎么可以不进去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越玩越 low 了。真的，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照理讲，你大国，你是进攻方，你就把你的作战计划公诸于世嘛，不然就像2月28、3月1号就直接打啦。结果现在有点在两边都在玩欺敌了，你知道？可是那些商船不是就变成了肉票了吗？他们进退两难啊！你又不让我缴保护费，然后我往前走，我跟你讲，商船我被打商船目前有一个困局了，因为它已经被封在里面2个月了，
很多根本就没有粮食，饿肚子啊。然后那个补给港那个租约很贵，停一天好像要多少钱啊？我记得好像要10万20万。对啊，我看那个船员都已经透过视讯对外求救，出来求救嘛。那结果你美国既然拯救的方式是用这种方式，这个有点荒唐啊，真的是蛮 low 的，真的是蛮 low 的。一个大国用这样的方式来请教张延廷将军。我认为美国他做了战略误判，他认为啊，在谈判桌上啊，伊朗他会放软，因为经过40天的战争，结果战略误判，伊朗没有放软，他反而更硬。那现在呢，美国他大概就要做战略调整，没有做战略调整走不下去。那战略调整，放弃要求伊朗把浓缩铀交出来，这个不要了，先打通荷姆兹海峡。现在变成打通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重点，所以美国派的这些兵力，他只派了 KC-135，还有 KC-13洞这个飞机过去空中加油啊，还有3个没有到位，这3个要到位才可以，就是另外一个空中预警机要到位，才能够对伊朗来动手。空中预警机要先上来，因为前一阵子有这破坏，被伊朗的无人机还有伊朗的导弹破坏掉了。那现在空中预警机不管1-2D 也好，或者是13A、13都要出来。那这个大兵力调动表示有指标，要对伊朗玩大的。结果现在不是，他并不是要玩大的，玩大的预警机要向前调动。第二个，那个我们所说到的电战机要出来，因为对伊朗要实施军事作战的时候，电磁制压一定要到，电磁制压不到，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战机风险蛮大的，所以电磁制压、电战机、咆哮者都要到才可以。F-16电战机、F-18超级大防风的电战机也要到，这才可以，这个是个指标。那第3个需要有更多的 MQ-9B 的海上卫士的无人侦察机，因为要把周边的动态弄清楚。你这个无人侦察机把周边弄上去，再实施反制作战，或者是密接支援作战，或者是战场主角，才能够对伊朗大动手。现在看不出来。那现在的战略目标转移到打通荷姆斯海峡，所以才会有空中加油机而已，其他的这些刚才讲的机型都还看不到。那伊朗呢，在这一方面呢，他就现在是主战派比较强。那现在他也不怕，反正经过熬过了40天，他认为美军在这方面的战力已经没有办法。第2波想要超过第1波，困难度很高，因为第1波穷尽洪荒之力，第2波会一鼓作气再而衰。那在这一方面，这个伊朗有看到美军这一点。那美军现在调动15000人，我认为是不够的。15000人是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只是打通荷姆兹海峡，我认为可以。那只是一个局部冲突了。如果聚焦到荷姆兹海峡，对美军来讲，任务相对的单纯。而且最重要的有战略聚焦在荷姆兹海峡，那这个可能性就高。但是问题是，只要一大动干戈在荷姆兹海峡，双方一定会有战损。问题是美军可不可以承受得起战损？因为伊朗在荷姆兹海，它有地利之便，有海岸山脉做屏障，荷姆兹海峡最窄的地方也只有33公里。对伊朗来看，它可以扼守，可以扼控，而且它还有这个我们所叫的伊朗的国防军，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它还有局部的这个我们知道游击形态的海上游击队，就是这革命卫队，它这个快艇小，但是它快艇小，快艇可以发射飞弹，不是光只是上面的机关炮，它还可以发射飞弹。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进去如果要实施武装护航，还是要承担一些爆发局部冲突的这方面的风险。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我认为如果双方都不让步，这个在荷姆兹海峡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是大有存在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双方都在磨兵立马，都好像要准备在为了荷姆兹海峡的打通，在军事上都在备战当中。这个话只要擦枪走火，局部冲突会有发生的可能。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有可能战事又一触即发了吗？对，我们看这次的行动代号是非常中性、很单纯，叫做自由计划。好，我们可以想出比它更具有创意，或是更雄赳赳气昂的一些代号，比如说开放航道，比如说这海峡自由，
海上决心等等。我觉得美国虽然这个名词用的是非常中性或是看起来比较降温，但重点是这个行动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中央司令部跟川普官员的讲法，他都刻意会提说这不是护航任务哦，这是防卫性的任务，而且是人道考量。就像刚才所提到，因为已经在封锁了这么多天荷姆斯海峡，所以很多商船、邮轮上的这个船员缺乏一些补给品，缺乏一些医疗设施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行动不是护航？但是严格来说，这个行动就是护航任务。我认为这行动基本上就是护航任务，而且川普希望做得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恢复到2月28号以前，让这荷姆斯海峡恢复到原来打通的状况，这是美国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意思是说，目前美军在这个地区里面的部署会，因为他现在过去从4月13号到现在美军所谓对伊朗的所谓的封锁，基本上它的范围大概都是在阿曼湾或是在阿拉伯海。就是稍微离荷姆斯海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目前假设美国要做的是类护航，或者说我要做的是一个引导的任务的时候，它的兵力可能要往里面更加的推进一些。所以说，根据美国媒体报道，15000人，或就像刚才将军所提到，主要还是以海空军为主包括各式各样的无人机、电战机，还有所谓的这个航舰上的舰载机，还有美军在附近基地里面各式各样的军机。来做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但我觉得目前来说因为行动已经开启，所以又陷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我们看这个时间节点228发生战争之后，4月7号川普说休兵停战，4月12号双方好不容易在巴基斯坦有一个所谓的双方的美伊双方的这种间接的对话谈判，但谈判破裂。4月13号这个美国谈判代表走人，马上美国丢出来的这个新的一个策略就是对伊朗来做封锁。那到现在，因为第2轮谈判遥遥无期，所以美国有新招出现。这个新招就是说，我要做的是一种类护航任务。但这个任务其实里面就代表某种程度的不可确定性跟风险，因为美国赌的就是第一个是我测试伊朗的底线，你敢不敢在荷姆斯海峡周遭攻击美国的军舰？假设你这样做的话，那就不要怪我会动手。所以我觉得美国川普有他的一些政治的思考跟目的在后面，但真正会达成怎么样，是往升温的方向走，还是会配合可能谈判桌上往降温的方向前进？我觉得双方都在出招。那目前美国丢了个新的东西出来，叫做自由计划，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个类护航的任务。类护航的任务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这2国中间是有在谈判的，大家不要忘了，在巴基斯坦可是呢，最新的消息却是川普说我很难接受伊朗丢出来的谈判方案，因为他们最新的谈判方案是这样的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30天之内呢，把停火转为全面停战；第2阶段包括在最长15年期限内全面停止浓缩铀进行这件事情进行讨论。第3个阶段，伊朗会在同个地区，就是他们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举行战略会谈，讨论后续如何建立覆盖全区域的安全体系可是川普说这些说法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到底川普要不要跟伊朗达成协议呢？他的说法前后其实是有反复的我们来听听看。Last night you said we might be better off not making a deal with Iran. Well, I wouldn't have to. I didn't say that. I said that if we left right now, it would take them 20 years to rebuild. But we're not leaving right now. Yesterday, somebody came up, said, "Sir, the tournament is great." I said, "What tournamen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m so busy with the Iranians calling, trying to make a good deal,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But they've got to make a bad deal. But if they make a deal at all, because frankly, maybe we're better off not making a deal at all.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Because we can't let this thing go on." 所以川普到底在绕口令还是怎么了？还是他自己的想法反反复复所以他不断的对外透露出来的讯息是有点举棋不定那谁手上有牌呢？川普经常会说，你手上没有牌了。川普我们看到白宫转发他的发文说，我手上所有的牌都有了，我都掌握了。可是伊朗驻巴基斯坦的领事馆这个伊斯兰马巴德领事馆的回应是说，
我们手上的牌全部是+4，就我们手上的牌更满，而且还有一张王牌是可以跳过的王牌。伊朗已经没有办法全力支持他们的一些军饷了吗？这是贝森特讲的。他说，石油业1周之内恐怕会被关闭，因为没有办法来这个包括出产的石油也没有地方来存放，因为油运不出去嘛，这是美国这边的说法。可是呢，我们看到呢，现在西方世界有发现伊朗在舆论战上面突发奇招，用的是乐高这个乐高到底是怎么样让美国媒体这个看傻了眼？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是名为Explosive 的 Media 的团队利用 AI 它制作这些乐高风格的影片那吸引了西方媒体的一些注意包括 BBC CNN 等主流媒体都在报道。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叙事非常的简单浅显易懂，然后就讲说，川普如何的反复，川普如何的说大话，然后呢，他如何的失败，以及伊朗如何在最后关头可以达到他们的成功像是这样子用一种卡通的方式、AI 的方式、乐高的方式让西方媒体反而很吸睛他们也开始分享像这样子的一个叙事，包括在舆论战上面现在的战争都是多方面的一个战争综合式、复合式的战争。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赫格塞斯现在有时候跟川普一样，会经常发怒因为呢，他在参院听证会有人质疑他说：“你是不是在发战争财？”他很生气我们赶快来听听看。Do you know how much it will cost Americans in terms of their increased cost in gas and food over the next year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I would simply ask you what the cost is of an Iranian nuclear bomb. I'm going to give you that opportunity. I would simply ask you what you're playing gotcha sir, questions sir, about no, domestic things. I'm not. You're saying it's a gotcha question to ask what it's going to be in terms of the increased Why cost won't of you gas answer what and it costs to prevent Iran from getting a nuclear bomb? I give you that, sir. But let me. What would it cost? What would you pay to ensure Iran doesn't But get a nuclear can you- bomb? do you- What would sir- you pay? 所以你看到两边唇枪舌战不断的这个你一句我一句。那包括赫格塞斯现在有人说他很怕被川普开除，因为他现在在干嘛？做史达林式的清洗五角大厦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呢，他强迫或者是解职了一些所谓的高阶的将军，还有指挥官而且他并没有讲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些人给 fire 掉。我们看到，包括川普现在有很多的危机，包括他的民调现在低到37%了，而且有2/3的人认为美国已经走错路了包括你看到呢，这是他第二任期的这个民调新低不满意度是到了62%，而且刚刚那个议员讲的没有错，美国油价冲上4年高点，国内通膨这个压力超大的可是呢，川普另外一方面呢，他还发布像这样子的一些照片这是 AI 合成的照片，他自己啦，还有范斯这些人赤裸上身在DC 这个地方泡澡。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很了解到底川普在想什么。就在这个当下这个时间点，2名美军在摩洛哥参与军演的时候失踪了。那当然这2位军人现在据说已经这个掉到海里面去了有很多国家因为是联合军演，很多国家在搜救当中。这是美军的非洲司令部这个在3号的时候表示，有2名参加非洲狮2026的联合演习的美军的士兵在摩洛哥失踪了，可能落入海里，现在还在搜救当中。来，先请教亮哥。因为现在美国确实有这个看法，就是赫格塞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他的威胁比伊朗还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提供的讯息通常都是错的而且因为他是川普得到军事情报的唯一管道，所以也误导了川普，做了很多叙述都是错的。这个前一阵子那个副总统 J.D. Vance， 那个大西洋月刊就爆料嘛，说他在开闭门会议的时候都在骂赫格塞斯。说他只报喜不报忧了，高估美军低估伊朗而且很多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比如说今年3月初，美国才刚打完，赫格塞斯就对外说，伊朗的制空权已经没有了，说空军都被打掉了，
结果后来证明伊朗的空军还有2/3，也是艾格塞斯说的，说伊朗已经没有能力防守荷姆斯海峡，结果后来就发现荷姆斯海峡被伊朗控制了，然后还说伊朗的飞弹已经用完了，结果后来证明还有70%。赫尔塞斯还说美国的弹药荒不存在，无止境的供应，结果美国的智库都出来做报告了，说已经耗损了1半。有这样的防长，还需要敌人吗？通通都是错的，结果导致美国那个 F-15E 啊，在伊朗今天被打下来。他们都会轻敌嘛，就飞得比较低啊，那就被打下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要负责任啊。我认为现在是众议院的听证会还没开始，而且刚刚那个参议院，他问的问题也是事实啊，他就给你乱扯。人家问他说，油价已经上涨了，事实上，川普现在民调新低，就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赫格塞斯的回答是：如果伊朗拥有核弹，我们怎么办？你根本就文不对题嘛。你在讲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嘛。而且伊朗现在又没有核弹，所以这种人就不知所云啊。我认为众议院如果真的开听证会，一定会就他过去误导大家的那些军情啊，来质问他。我觉得共和党大概也差不多达成共识了啦，要救川普他就要走路了，弃车保帅嘛。因为水准实在是太低了啦。我坦白讲，我从来没有看过美国的防长水准这么低的，都讲错，然后又常乱讲。那为什么会焦虑？因为胡适他也回不去了。你说他在 Fox News 的那个，所以大家在担心他会失业啊。那个主持位置也没了。我跟你讲，他可能会变成第2个庞佩奥。庞佩奥离开国务卿就找不到工作啊。因为你没有建立你的权威嘛，所以智库也不会请你去当重要的人物。是，这个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啦。坦白说啊，你要那个主谈者，杰尼费是美国的主要谈判者。闭门会议批评赫格塞斯报喜不报忧，然后那个大西洋月刊把你登出来，然后去问杰尼费，杰尼费不否认，他不否认哦。然后那个赫格塞斯也不否认被骂的点，实在是太强了。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美国政府。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变成川普的军事情报唯一的来源是防长。然后防长的认识是错的。以前那个我们不是看到那个反恐的那个主任辞职吗？他那时候就已经在怪，说2月28号前1个礼拜，他的报告都上不去。一样啊，都被挡掉了。所以你去想嘛，赫格塞斯是2月28、3月1号之后，还陆续传导错误的军情。你想一想。因为他这种传导错误，造成川普的决策错误，造成了美军的死伤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一定会被究责了。而且这个都有证据，连我都讲得出来，美国人一定讲得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所以这个亮哥认为他很快，赫格塞斯很快就会下台了。我认为只要川普决定不要打，一定用他当借口了。说我就是被他害的。害我做错判断，那这个战争不能打。如果打的话，还是听赫格塞斯的。不，他没有别的来源啊。因为赫格塞斯把海军部长、陆军参谋长都 fire 了，都清洗了。那很难想象美国会这样子。是啊，那一个人一手遮天吗？有可能吗？在军中，我认为这个美国说伊朗发不出星饷。这个对伊朗的战力是没有影响，发不出星饷，从国外贷这个前一借贷就有了，很容易调拨，或者国内发行国债、公债就解决问题了。这问题不是大，那个美国怎么找不到理由，就是说那个伊朗发不出星饷，那难道发不出星饷，伊朗准备投降吗？只要中俄来认就好。对，就没有问题。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怎么会讲到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军事问题，
跟战力发不发新奖跟战力没问题，这个新奖随时可以调拨的，这个不是问题。你说武器不够哦，那就不一样了。武力不够，火力就不够，战力就有问题了，是这个问题。然后我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也就是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我认为他犯了三大战略错误。这三大错误让人他的致命，也让美军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进退维谷。第一个就是这个伊朗战争，他打得不漂亮，美国军力那么强大，筹码那么多，好牌一手好牌，那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没有让伊朗屈服。你看美国那个大军是那么多驻点，都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人造卫星在空中、在太空中做侦察，那掌握得一清二楚啊。整个伊朗的战场透明度，美军是掌握得一清二楚，怎么会打成这个样？我认为国防部长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就是你的部长，你部长是怎么当的？第二个犯的战略错误就是说，他让这些高阶将领呢被迫辞职，陆军的参谋长要4星上将，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要4星上将，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辞职？你一辞职，动摇美军的军心。你虽然是部长，你把他们给弄掉了，你凭什么？对不对？你这个战略错误，这犯的战略错误，这个兵法上有讲，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你这个不稳当，军心动摇，那你怎么打仗？这个是个阵前不换将，高阶将领在位置，你这个状况掌握的最清楚，调兵遣将各方面的作为你最清楚，交给他们。我认为赫山是没有办法做，让他走，只要意见不跟他相反，讲实话的离开，讲实话的离开。那你没有人讲实话，大家都讲谎话，都讲好听的话，让赫格塞斯买，那你完蛋。他要偏听，那你偏听，再加上川普已经偏听了，你再偏听，那不是更偏听？我们知道，按照长边效应就更麻烦。第三个战略错误，调兵遣将出了问题。你怎么可以让福特号航空母舰在海上执勤300多天，让官兵都没有办法看过他的家人，官兵都没有办法休假？福特号的航空母舰也没有办法做休整，发生那么大的事情，这已经破了越战记录，过来这个50年来破了记录，294天是航母出勤最高的记录啊！他现在福特号已经300多天了，你让这些你怎么调兵遣将？美国有11艘航母打击群，怎么可以让福特号执勤300多天，没有让官兵回乡休假？这个调兵遣将出的问题太大了，所以我认为啊，因为赫格塞斯他最重要，他不具备3个条件都没有具。第一个，他有没有战功？没有赫战功，你当部长，你的部长要赫战功。第二个，他没有够资深，年轻。你如果是60、70岁的大佬，哎呦，下面都有小老弟，驾驭得住、控制得住，我了解得住，也没有。第三个，也没有显赫的学经历，你这3个都没有，你3无，你就当部长了，你压得住吗？现在看出来压不住了，那你只有讲一些表面上的话而已。那这样子对军事上反而延宕，现在造成这个在伊朗战争相持不下，进退维谷，就是这个状况。是，所以用错人哦，川普自己要负责任呐。来，大中老师，因为川普2.0跟1.0，他的国安团队的用法是差非常多哈。川普1.0的时候是用了大量的退役将领，从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安顾问，还有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都是退役的4星上将。但是2.0他不同，他基本上他的团队里面没有过去所讲那种老将，基本上没有。所以现在呢，他在这些军事决策上，一个是相信赫格塞斯，第二个是相信也是破格任用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空军的这个将领这个凯恩，基本上是用这2个。那赫格塞斯这几天在国会里面，其实就是在跟国会议员舌战群儒群雄吵架磨刀，因为民主党一定是要趁机要去修理他。其他里面很多很特别的那个各种各样的一种各式各样的反击，因为赫格塞斯基本上他要护卫的是，我们知道美国2027年会计年度的军事的开支是达到1.45兆美金，比前一年多了4000多亿美金，成长40多%。第二个是赫格塞斯，因为议员一定问228之后打了伊朗花多少钱，他说250亿美金，但很多媒体不相信，因为根据当时美国内部传的讯息出来，刚开战前6天就113亿，那你就算打到4月7号基本上停火，怎么才250亿美金？但不管如何，他就赫格塞斯跟议员有很多的你来我往。第三个是赫格塞斯，除了刚才那个镜头非常呛之外，他也直指他说，目前美国最重要的威胁也不是什么中国大陆、伊朗，他说在内部，什么内部？充满失败主义的民主党人跟部分的共和党
他用这样的方法去跟国会里面你来我往，那跟台湾很像啊。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可能民进党政府也是这样讲啊，就是你来我往。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现在伊朗提了14个方案给这个透过巴基斯坦给川普我觉得我要是川普我不会接受，为什么？我们仔细看，解除封锁、解除制裁、冻结资产要解除，还要赔偿。荷姆斯海峡管理机制，美军从周遭地区撤离，中东地区的安全计划，意思是说，川普打了半天，最后伊朗要的东西是更多。那不打还没有，一打伊朗要的求更多，那对川普而言，他里子面子是挂不住的。所以我对这个接下来的美国跟伊朗透过巴基斯坦的间接谈判，没有那么的乐观，就是需要还要再磨，好事还要磨很久。是好事多磨。是，不过在这个伊朗的战争之前这个落幕之前，我们看到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也就是在5月14号可能进行的川习会，因为前一阵子有人在讲说，有可能会再延期呀，因为毕竟现在中东在打仗嘛。可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不会，川普不延了他要跟中国谈伊朗的能源所以这个日子已经敲定了美国白宫至少已经公布了铁板钉钉，可是中国大陆没有证实依照往例可能会在非常接近的时间他才会宣布也证实这件事情。不过从先前的部队蛛丝马迹来看5月14号这2个人应该是会见面的，包括你看到5月1号跟2号，我们看到有2架 C-17的美军运输机飞到北京，可能有一些物资啦，各方面呢要先运到北京去。然后呢，5月3号据说还会有2架美军的运输机抵达北京有一些物资要先到那里去。那另外呢，双方的高层包括王毅跟 Rubio 在4月30号通了电话，同一天我们看到在经贸的中间的这个中国方面以及美国方面的财长也都做了一些视频视讯的通话。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5月1号跟川普关系非常密切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的参议员戴安斯领军他率团有5个人这个代表团先发来到了上海跟北京来参加一些拜会的行程。所以呢，外界说像是这样的川习会看起来这先前的这个前置作业已经做到非常细致了所以一定会登场。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它自己是一个大国嘛，所以它的外交的日常就是这样，包括春季外交那持续在上演。中国大陆外交部说，乌兹别克的总理将访华2天。乌兹别克这个国家，它现在呢在 AI 这个地方据说开始很快的来窜起，然后变成数据中心的枢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企业像是华为在这个地方已经建立了一个政府的云平台，提供出 AI 数据中心的发展跟规划。所以你看到包括数位一带一路的重要一个节点就是乌兹别克，那现在呢他也去访问中国大陆了，包括今年以来澳洲的外长、巴基斯坦的总统、比利时的副首相也都陆陆续续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些交流跟访问。而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因为我们看到他跟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外交上面的嫌隙所以自民党没有什么高层访华那现在第一位所谓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看到的是西村康稔在2号访问北京。可是他到北京去他去参观一些包括一些企业也跟着去嘛，去参观宇树科技，可是没有跟中国大陆的相关的高层见面。可见中日关系看起来还是在冰点。而另外呢，高市早苗他也不断的在做一些外交上面的工作，他会晤了澳洲总理那也希望中国经济胁迫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预防，并且说荷姆兹关闭冲击印太这件事情。那另外呢，有一些外交专家或是学者或是一些读者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虽然高市早苗访问澳洲的时候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亲自接机，可是看起来这个规格不够高包括他说现场没有表演，也没有合照，也没有跟民众互动，所以认为这个迎宾的这些细节看起来是被压缩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越南的总理他跟这个访越的高市早苗有一个互动，他送的是一只抬头龟。那有一些军事迷认为他把它连结说希望
在军事上面可能想要修宪的高市早苗不要做缩头乌龟要勇往直前。那当然，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修宪这件事情，高市早苗提出来的，民众到底欢不欢迎呢？我们看到 NHK 的最新民调，52%的受访民众认为国会应该优先处理宪法以外的课题，也就是民生经济宪法修宪这件事情再等一等比较好。来，先请教亮哥。这个贝森特讲话也是很奇怪了，说川普有意跟中国来谈伊朗人员，那是要叫中国少买，是不是？所以来买我美国的，是这个意思吗？最近美国才刚做一件事，制裁中国好几家炼油厂，都是进口伊朗石油的。山东那边嘛，还有大连，像那个大连那个恒力石化集团。那个是很大的公司民营的，一天40万桶，结果中国商务部在5月2号回击跟那些公司说不要接受，不要执行，不要理他们。坦白讲，双方是因为伊朗能源制裁的问题在硬杠结果贝森特说，川普去中国要跟中国谈这个事，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入状况这个事情其实中国是空前未有的强硬这个一般把它理解为美国长臂管辖，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碰到全面的拒绝。那美国现在正有点难堪正决定要不要对提供这些炼油厂融资的中国银行做制裁。如果这样干那这个局面可大了，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会回敬那就变成中美针对石油融资在做制裁的战争这坦白讲以前没有发生过那川普要跟习近平谈这个，我难以想象我认为这个不会有结论的啦。中国怎么退让？就硬杠了，这表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伊朗石油，继续进口是非常坚持的，而且不在乎你美国的制裁所以这个议题我觉得贝森特讲话也都是乱讲美国现在整个政府乱讲话的人一大堆刚刚将军也讲到嘛，贝森特在那边扯，说伊朗打不下去了士兵的薪水付不出来了。文不对题一样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坦白讲，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扯伊朗，那中国大陆搞不好跟他扯台湾，说你要我伊朗让步是不是？那你对台湾让步，那这个不是构成了一个地缘交易？那川普怎么办？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川普的团队对这次的中美高峰会是准备完全不足的，所以就派一个参议员去，就叫会前会了。你看那个卢比奥只有打电话卢比奥跟贝森特并没有先去中国大陆摸底就派个参议员就表示已经谈过了。所以我看中国大陆的报道也建议大家要降低预期，说不要预期太多了，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结果，就是这样。可是应该会登场吧？会如期登场吧？看起来。中国大陆就是不给你面子嘛，到现在还不公告。对啊，他还没有公告。是啊。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来，进下广告。请问大钟老师怎么看川习会即将来临？对，因为川习会，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意外应该会如先前所计划会成型只不过是谈些什么。但我们也注意到说这几天一直有这个国际媒体在说，其实日本很希望川普能够这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国事访问，也能够擦边球去访问日本。对，那其实这个新闻我觉得我也不会很意外因为我们回顾一下去年这个川习会在釜山会面之后，其实状况不错。
不是就是说这个很希望还有下次的互访。其实当时日本就希望能够捷足先登，所以才会有今年3月份高市早苗就进入到白宫，也有还不错这美日的峰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基本上日本一定很希望这个川普的行程既然都到亚洲，那为什么不顺道来日本？而且你在这个北京待的时间30多个小时，到日本也可以同样非常的旋风。但我们也知道这种大事情的安排其实都不是1天2天，要有很长的作业的提升，哪怕你只是蜻蜓点水、旋风式访问。所以现在有最新的说法是说，如果这都达不成，日方还是希望高市早苗还希望至少有一个通电或是一个视讯来平衡你这次只去这个中国大陆。因为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通常都是附属在亚洲行程中的一站，不管是去2个国家、3个国家，或是像2017年11月，当时川普是去亚洲5国里面的一站，当然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大陆，因为这在美国的外交传统里面会有个状况是说，我还是很重视我的盟友，即便是中国大陆是我必须要打交道的对象，但这次没有就是单一的对象去30小时回。好，所以我想这应该有一些外交后面我们目前不太知道的状况在里面发酵。那至于谈什么，我也觉得台湾议题，因为这几天大家非常的关注。那按照上一次去年10月份的确没提，所以不外乎3种可能。第一个是谈，这次会有台湾议题。那台湾议题就看川普怎么说，他也可能是按表操课，讲过去美国总统所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新意，这也是一种。第2种可能就是应该讲第3种可能就是谈台湾，但是他从他口中出现到一个过去大家没听到的说法，这点台湾就要非常的注意跟小心。我们要防的是这第3种情况可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那个日本到澳大利亚或到越南去访问因为他这个跟2个国，这个日本就犯了2个错误。第一个，他有殖民嘛；第二个，2战，又有殖民2战，所以对亚洲这些中国国家，日本来看都不会有很好的好感。那越南在1940年到1945年这5年当中，日本这个占据了这个越南，造成越南饥荒，越南死亡人数200多万人。你看越南他会不会？你这高市早苗到越南去，他会不会想到这些历史的这些点点滴滴？当然会想到啊。那我们想到澳大利亚，他到澳大利亚我们想到澳洲的在2战的时候，1942年到1943年，日本轰炸澳洲北部，就是北澳的达尔文港，可能还有周边的城市腹地，哇，那也造成那个澳大利亚的军人大量死亡日本因为他是飞行员去炸，飞行员他被击落了20几架飞机，那无所谓，人比较少，但是造成澳洲的伤害倒是挺大的，他被轰炸。那他去访问，会不会造成他没有把这段历史抬出来？当然会嘛，因为这个2战，日本是轴心国，这些历史的包袱，高市早苗都要来做承担，所以他们也就会借访问的时机，把这些历史的典故把它抬出来。